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《金钱心理学》这本书中的第3部分，主要讨论金钱与幸福的关系。很多人认为金钱是通往幸福的钥匙，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富，就能过上理想中的生活，获得源源不断的快乐。然而，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真的如此简单吗？实际上，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。虽然金钱的增加能够提升幸福感，但这种提升是有限的。在生活的初期阶段，当我们还在为基本生存需求而奋斗时，更多的金钱可以显著改善生活质量，带来更好的食物、更安全的住所和更优质的医疗条件。这种物质上的提升能够极大的减少焦虑和不安，从而提升幸福感。然而，当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，金钱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就开始逐渐减弱。这种现象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。随着财富的增加，每多赚一笔钱，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幅会越来越小。举个例子，当你从月薪3000元涨到1万元时，会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这笔钱能够让生活质量显著提升。然而，当你的月薪从1万涨到2万元时，这种幸福感的提升就没有那么明显了。而当你从10万涨到20万元时，可能只会感到轻微的欣喜。也就是说，金钱对幸福感的提升存在一个临界点，超过这个点之后，更多的金钱不会再带来显著的幸福感提升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金钱的增加有时还会带来负面影响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享乐适应。我们对物质的满足感通常是短暂的，当我们习惯了某种消费水平后，这种满足感就会逐渐消失，于是我们会开始渴望更多、更好的物质享受。比如，当你第一次买到心仪的汽车时，会觉得无比兴奋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满足感会逐渐减弱，你可能开始觉得这辆车不再那么吸引人，而希望升级到更高级的车型。这种对物质不断追求的状态，让我们陷入了欲望无止境的循环。尽管我们赚了更多的钱，但幸福感却没有相应增加，反而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感到焦虑和失落。此外，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还受到社会比较效应的影响，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幸福感。当看到朋友买了更大的房子，同事换了更好的车时，即便我们原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，这种比较也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、不够成功，从而降低了幸福感。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，这种比较效应被无限放大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人的成功和光鲜亮丽的生活，这使得我们更容易陷入与他人攀比的心理陷阱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财务状况和生活目标。结果是，我们可能赚了更多的钱，却陷入了更多的焦虑和压力之中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呢？首先，要明确自己的足够标准，这个标准不应由社会来定义，而是要根据自身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来设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不被欲望牵着走，找到真正的满足感。其次，要学会重视非物质性投资。金钱可以带来物质上的满足，但无法真正填补内心的空虚。健康、家庭关系、时间和个人成长，往往比物质财富更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。最后，减少与他人的比较，专注于自我成长。金钱和幸福感是主观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轨迹，与其盲目追逐他人的财富标准，不如用更多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增进与家人和朋友的互动，从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快乐。总结一下，金钱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幸福感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。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，避免陷入物质追求和社会比较的陷阱，是实现幸福的重要前提。最终，金钱的真正意义在于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可能性，而不应成为我们唯一的追求目标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金钱与幸福的关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